今天我们来聊聊很多长辈钱包里都有的一张橘色小卡，没错，就是敬老卡。根据统计，目前台湾已迈入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比例正快速攀升，在2025年底，全台长者将占总人口20%左右，正式进入所谓的超高龄社会。面对这样的人口结构，政府早在多年以前就开始规划各种银发福利政策，而敬老卡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福利措施。自从民国95年，台北市率先推出敬老悠游卡，陆续全台各地都跟进发行专属长者的电子票证。截至目前，全台各县市发出的敬老卡累计已逾数百万张，几乎每5位长者就有4位持有至少1张敬老卡。不少人拿到敬老卡，只知道可以拿来搭公车省车钱，可是你知道吗？如果只拿它来坐公车，等于每年白白损失好几万的福利。根据一些估计，10位长辈当中，就有9位不知道这张小卡暗藏的各种好康，错过政府给的优惠。以台北市为例，持卡长者约有58万人，但市府统计显示，过去每年发出的点数补助中，实际使用率仅约50%左右，也就是说，有一半的福利被闲置浪费。换算起来，每年都有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元的预算白白回到政府口袋。这种情况正是因为许多长辈不清楚敬老卡的各种功能，以致没有充分利用。为什么说敬老卡千万别只拿来搭公车？今天我们就要深入来聊聊敬老卡的5大隐藏福利，包准让您大开眼界。首先要揭晓的第一个隐藏福利，可以说是所有功能中最实质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那就是政府每个月偷偷存钱进你的敬老卡。很多长辈或家属可能都不知道，敬老卡可不仅仅是一张半价敬老票证，它更像是一个每月定期入账的福利金库。各地方政府会定期将点数储值进长辈们的敬老卡里，供长者乘车和其他用途来扣抵。这到底有多划算呢？我们来算一笔账。我们以台北市和新北市为例，目前两地的敬老卡每月都有480点的补助点数，一点相当于1元，等于政府每个月给您将近500元的额度，可以用在交通和指定服务上。如果您一整个月都没怎么搭车，这480点到了月底可就自动归零，用不掉就浪费了。一年下来，等于可能放着近5-6千元的补助没用。而有些县市给的更多，像桃园市每月补助高达800点，桃园复兴区的长辈甚至能领到1000点，台中市对长辈更大方，每月直接给1000点，原住民长者甚至有1500点。光是一年算下来，政府补助就超过1万元。南部的台南市则干脆采取全面免费的做法，年满65岁拿着敬老卡，市区公车通通免费搭乘，不用记点数。高雄市也不逊色，市内公车、轻轨、渡轮等交通工具让长辈免费使用。另外，每年还有1200点额度可用在捷运或计程车等项目。相比之下，北部的台北与新北虽然目前每月480点，看似没有南部那些地方慷慨，不过新北市已经宣布将提高点数到600点，台北市议会也在讨论跟进，可见各地政府都在想办法加码敬老卡的福利。不过在这里也要提醒一点，敬老卡的某些优惠是有地域性的。如果您持的是台北市的敬老卡，在台北市搭捷运、公车当然都能享有补助，但若跑去外县市，例如到高雄搭公车，就未必享有同样的点数优惠啦。每个县市的福利政策不同，相对地，像台铁、国道客运这种全国性的交通工具，长辈优惠则是不分区域的，全台通用半价或抵扣一定额度。因此，跨县市旅游前，建议先查询一下目的地的敬老福利规定，避免临时有落差。不过，可别因为这些限制就打退堂鼓，实际上，跨县市旅游仍然非常划算。其实现在已有不少银发族朋友善用这些交通优惠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桃园有一群退休老师组成的乐龄旅游团，他们约定每个月利用敬老卡去不同的县市郊游。一次，他们从桃园搭台铁区间车到苗栗，因为有5折优待，一路车票非常便宜。到了苗栗后转搭在地公车，敬老卡直接让他们免费抵达圣心车站、3义木雕博物馆等景点。
午餐后，他们又凭着身份证免费参观了当地的桐花公园展示馆。整趟行程下来，大家玩得尽兴，花的钱却少得惊人。有人笑着说，年轻时我们没闲没钱，现在有时间，又有政府给的福利，终于可以用超优惠的方式看遍台湾。像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许多长者在互相交流经验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可以这样玩。您也可以3、5好友相约，带着敬老卡一起出游去，把台湾之美慢慢走透透，既健康又开心。值得一提的是，各地政府也在持续优化敬老卡的功能与使用范围。以北北基桃生活圈为例，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等地的敬老卡已实现部分互通，搭乘台铁、捷运都能共用点数折抵。台北市更在2023年7月起扩大敬老卡点数的使用范围，让长者可以直接用卡里的点数搭乘台铁区间车，而不必另外买票。展望未来，政府也希望逐步朝一张敬老卡全台通用的目标迈进，让长辈不管走到哪一县市，都能享受同样便利的福利。听到这里，您可能会想，我的敬老卡每月居然有这么多额度可以用吗？可我平常只刷了几趟公车啊，这正是许多长辈常犯的一个可惜的地方。举个例子，住在新北市的张奶奶，每月只在周日搭2次公车去市场，一趟公车扣大约8点，她一个月可能只用了32点，连1/10的点数都没花完。结果月底剩下的400多点就这样归零消失，相当于放着400多块没用。而隔壁的李伯伯则聪明多了，他知道卡里有点数，每个礼拜都安排一次小旅行，有时搭捷运去博物馆逛逛，有时坐客运到郊外走走，甚至天气热懒得走路时，干脆打电话叫一台敬老爱心计程车来接送。李伯伯下车时刷敬老卡，车资立刻减免了65点，自己几乎不必掏钱。他把每月480点用得刚刚好，等于一个月省下480元交通费，一年下来省了将近5、6千元。不止如此，由于他灵活运用敬老卡点数，去哪里都方便又省钱，生活品质明显提高，整天笑呵呵的。反观张奶奶，因为误以为敬老卡只能搭公车，很多地方都舍不得去，平白错失了出门散心的机会。这两种长辈的对比，真是让人既心疼又着急。政府明明给了福利，如果不会用没用到，等于自己的权益在沉睡。所以我们再次提醒，敬老卡每月的点数用不完不会累积，过期就没有了，记得善加利用，别让它白白流失。还有，如果想知道自己敬老卡里还剩多少点数，方法也很简单，只要到捷运站的自动查询机感应一下卡片，萤幕上就能显示剩余点数。或者请家人帮忙上网到悠游卡或一卡通的官方网站，输入卡号也可以查询余额，不用出门也能掌握您的敬老卡余额，方便您规划使用，确保每个月的福利都不会浪费掉。了解了敬老卡里藏着政府给的零用钱，那这些点数到底能用在哪些地方呢？除了一般大家知道的公车，其实各种交通工具几乎都能刷敬老卡折抵优惠。许多长辈不知道的是，敬老卡的福利早已不限于公车范围，举凡捷运、火车、客运，甚至共享单车和计程车都可以使用这张卡的点数来省钱。在大城市，例如台北捷运、新北捷运，长者刷敬老卡进站后，系统会自动以优惠票价扣点，通常只收单程票价的4折左右，再从卡里扣除相应点数。搭乘台铁火车也是类似道理，票价享5折或一定额度的减免。例如北基地区持敬老卡坐区间车，每趟最多可以用50点补助车票钱。就算跨县市搭火车，各地至少也都给长者提供半价优待。至于在地方上跑的客运路线，许多县市对长者也能做到半价甚至免费。例如桃园、新竹、台中、嘉义等地的公路客运，政府直接替长辈支付大部分票价，长辈搭车相当于0元。看到这里，是不是有点惊讶？没错，搭火车、坐客运，长辈一样可以不花钱到处去。过去也许有些阿公阿嬷因为舍不得车资，不太敢出远门探亲旅游，但现在有敬老卡在手，这些愿望都变得平易近人了。另外，对于不少行动不便的长辈，
计程车有时是必须的交通工具，一趟计程车费动辄好几百元。以前许多长者会觉得负担重而不太愿意搭，但现在许多县市都推出了敬老爱心计程车服务，让长者搭乘合作的计程车时，可以用敬老卡抵掉一部分车资。以台北和新北为例，刷敬老卡做爱心计程车，每趟可以补助65点，超过的费用再由自己支付。桃园市补助更多，每趟车资100元以下就补助36点，100元以上则补助72点，等于坐比较远也有更多折扣。南投县甚至允许长辈每天最多补助4趟计程车，每趟100点，充分照顾偏乡长者的交通需求。有了这样的福利，长辈们去医院复诊或外出采买，就算没有公车直达，也可以放心搭上计程车代步，因为政府已经帮您出了一大半的车钱。像云林的林爷爷住在乡下，以前看病很不方便，叫计程车一趟要花200-300块让他肉痛。现在透过敬老爱心计程车补助，他每次看病自己只付零头，再也不怕路远花钱多而不敢就医了。这项服务对行动较为不便或没有直达大众运输的长者而言特别有用，等于把最后1里路的问题也一并解决了。还有一项常被忽略的交通优惠，就是公共自行车。许多长者可能不习惯骑脚踏车，不过如果您偶尔想体验一下，共享单车也是有长辈优惠的。例如在台北市使用 U-Bike 微笑单车，年长者前30分钟骑乘完全免费。新北市则是每半小时只扣5点，1小时也才相当于10块钱。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您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福利，在公园附近骑脚踏车活动筋骨兜兜风，而且不用担心花钱。假如骑超过30分钟，每多半小时也只象征性的扣几点点数。就算平常不常骑车，知道有这个功能也不错。也许哪天公园散步累了，租辆 U-Bike 代步回家，刷敬老卡一下子就搞定，不用花现金。交通方面说了这么多，其实一句话总结，敬老卡就是长辈专属的交通自由卡。有了它，市区内您可以随处搭乘公车捷运，跨城市您可以轻松乘坐火车客运，甚至计程车、脚踏车都照顾到了。从今天起，不妨多规划一些出门行程，把卡片里的点数用在扩展生活半径上。政府给的便利千万别浪费了。交通问题解决了，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攸关长辈的生活品质，就是健康。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年纪大了，看医生是在所难免的。敬老卡在医疗方面又藏着什么贴心优惠呢？接下来我们来看隐藏福利之2，医疗健康方面的妙用。年纪大了，难免经常跑医院、诊所。有些长辈可能觉得每次看诊要缴挂号费，拿药要自付部分药费，日积月累也是一笔负担。但其实敬老卡在医疗方面也有折抵优惠，可以减轻常滚就医的开销。在台北市，如果您是中低收入户或有领取老人生活津贴，只要前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院区看病时，就能用敬老卡里的点数来抵扣挂号费，每一次最高可以扣抵50点，相当于减免50元挂号费。对经济比较弱势的长辈来说，这等于每次看诊政府都帮您出了钱，非常贴心。像家住台北的王伯伯，因为收入不高，以前身体不舒服也常舍不得去医院，怕花那几十块挂号费。现在他拿敬老卡去联医挂号，护士主动问他要不要用卡抵扣，一刷卡发现自己不用掏1毛钱就完成了挂号手续。自从知道这个福利后，他有病就愿意及时去看医生，不再延误病情，也不觉得看病是一种经济负担了。台北如此，彰化县也有类似的医疗优惠。彰化县政府跟许多在地诊所合作，长者持敬老卡到那些签约诊所就医拿药时，可以折抵部分负担的费用。同样每次上限50点，看小病拿药，长辈们也能用卡减免掉一部分费用。别小看每次50元，积少成多，1年下来也省下好几百元。而且这项举措也让长辈们感受到被尊重。每次使用敬老卡时，诊所人员都特别友善地指导长辈刷卡，仿佛在提醒阿公阿嬷，这是您应得的福利哦。有了这种体贴的安排，许多彰化的长者反映，他们更愿意按时去诊所拿慢性病药物了。
不再为了省几十块而中断服药，对健康大有帮助。除了台北和彰化的做法，新竹市还首创了敬老卡在药局买药的服务。凡是持有新竹市敬老卡或爱心卡的长者，每个月会额外获得100点专门用于购买药品的补助点数。长辈们可以拿着卡到市府合作的50多家药局购买成药、维他命等用品，结账时刷敬老卡就能折抵最多100元药费，这等于每个月有100块钱的药费政府帮您出，让长辈买一些常备药或营养品都更省钱。像新竹的陈奶奶有轻微糖尿病，需要常备几样成药和保健食品，以前每月也要花几百元，现在她每月都去合作药局，用敬老卡点数抵掉100元药费，1年下来省了1200元，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这项措施鼓励长辈多和药师互动，定期去药局量血压、咨询健康问题等。一开始其他县市的长辈听了可能很羡慕，怎么我们这里没有？别着急，这究竟是新竹市政府的创新，如果效果良好，未来其他县市也有可能参考跟进。至少现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敬老卡的用法其实很灵活，除了交通，连医疗相关的开支都有所照顾。以后如果其他地方也推出类似的药局折抵服务，各位长辈可千万别错过了。治疗上的负担减轻了，但是预防胜于治疗，与其生病后去看医生，不如平时多动动，把身体练强壮。敬老卡又如何帮助长辈们动起来呢？讲完了健康保障，接下来这第3大隐藏福利，要带大家走出诊间，迈向健康活力的人生。很多长辈退休后都希望可以多运动，保持身体强健，可是有时候去健身房、游泳池又觉得票价贵，舍不得。这时候敬老卡就派上用场了。原来政府为了鼓励银发族朋友多利用运动设施，在各地的运动中心、游泳池等场所也都提供敬老卡点数折抵或补助，让长辈几乎不用花钱就能畅享运动的乐趣。举例来说，在台北市，长者凭敬老卡进入市立的各大运动中心或室内游泳池，都可以直接扣抵部分场馆费用。像游一次泳或进健身房，在不同场馆大约可以扣30到55点不等。也就是说，原本可能要50-60元的门票，长辈只需要花一半甚至更少。有的场合使用点数全额抵掉，就等于免费进场。而在台中，视长者持敬老卡更是可以免费体验多种运动，包括进入国民运动中心、各区的体育场馆、游泳池甚至健身房的单次门票，都能用卡里的点数全额抵扣，不让您掏钱。高雄市的做法则是针对民众喜爱的运动项目给予补助，例如长辈到高雄市的羽球馆、网球场租场地都可以出示敬老卡，享有场租减免。屏东县也提供了长辈使用运动设施的优惠，像有的游泳池就让长者免费畅游。可见各地政府都希望银发族能动起来，透过敬老卡把运动的门槛大大降低。曾经有一位张爷爷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他退休后身体有些发福，高血压也找上门，医生建议他一定要开始运动。可张爷爷一打听，附近运动中心单次门票要收50块，游泳池一次也要60-70块。他心想每天去游泳，1个月下来也是笔开销，于是迟迟没行动。直到有天里办公室办活动，工作人员教大家如何使用敬老卡，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每天遛弯经过的那间国民运动中心，对长者居然是刷敬老卡就能免费入场的。于是张爷爷第2天就带着游泳裤刷卡进了游泳池，发现柜台人员告诉他，伯伯你有敬老卡，今天不用付费，直接进去吧。就这样，他开始规律的每周游2-3次泳，做器材训练，不到半年的时间，体重下降了，血压也控制得更稳定了。更棒的是，他在运动中心还交到一些同龄朋友，大家相约一起做瑜伽、打太极拳，比一个人在家看电视健康快乐多了。张爷爷逢人就说，敬老卡真好，政府连我们运动都帮忙出钱，早知道我就早点来了。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敬老卡的运动福利如何让长者们更健康快乐，降低了年老后生病的风险。政府投入这些资源，就是希望银发族能透过运动找回青春活力，延年益寿。
看完这些例子，相信您也会发现，适当运动不仅强身健体，还能结交新朋友，丰富退休生活，而敬老卡正是推您一把的最好工具。另一方面，运动中心里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在高雄市凤山国民运动中心，每天早晨都聚集着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欧巴桑，开心地随着音乐跳土风舞。他们跳得满头大汗，笑声连连，成了场馆里一道独特的风景。运动中心经理感叹地说，这群婆婆妈妈以前多半在家带孙子，很少出门活动，后来彼此相约，决定一起来跳舞锻炼。起初有人担心场地费用，不过其中一位阿姨大胆地跑去问中心主任，结果得到的答案让大家喜出望外。长辈们早上来使用跳舞教室可以刷敬老卡，不但不用付费，运动中心还非常欢迎他们。于是他们天天相约报到，把运动中心当成自家后花园。经过半年，这群好姐妹们每个人的身体都硬朗了许多，血压血糖控制得比以前好了，心情也特别开朗。更妙的是，他们还教会中心年轻人汲取复古的土风舞步，成了场馆里代代交流的一段佳话。运动中心经理感慨地说，看到长辈们在这里健康快乐的舞动，才真正体会到政府当初设计敬老卡运动补助的用心，一切都很值得。身体顾好了，心灵上的享受也不能缺席。许多长辈年轻时忙于工作，退休后才想四处走走，增广见闻。那么敬老卡在文化娱乐和休闲旅游上又有哪些令人惊喜的福利呢？第4项，隐藏福利。我们把焦点从日常生活转向文化娱乐与休闲旅游。人到了银发阶段，生活不应该只是吃饱睡饱，还要多出去走走，享受人生。其实许多长辈不知道，他们奉献社会多年，各种文化场馆、风景区对他们也有一系列优惠。用好这些福利，您可以免费逛遍各大景点，畅游各式展览。许多国立或市立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对65岁以上长者提供相当优渥的票价减免。比如说，台北市立美术馆对70岁以上长者免票入馆，65至69岁也有平日半价、假日免费的优惠。国立故宫博物院则规定70岁以上长者免门票，65至69岁半票。只要您符合年龄，拿着身份证或健保卡去购票窗口亮一下，就可以轻松免费或用很低的票价参观世界级的博物馆。所以每次去博物馆、美术馆，不妨先问问，请问满65岁有没有优惠？通常您会得到惊喜的答复。举个实例，李奶奶平常很喜欢艺术，但之前总觉得美术馆门票要好几百元，有点贵。自从她满65岁再去北美馆，被告知周六长者免费入场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确认自己真的免票后，她开心地逛了一下午，1毛钱没花就享受了精美的展览。出来之后，逢人就说，早知道65岁这么好，我就不忌讳变老啦。除了博物馆、美术馆这类文化场馆，其实许多户外景点、游乐园对长者也有优惠，有的甚至完全免费。各县市政府也会运用敬老卡的机制，让长者在游山玩水时荷包更省。例如新北市的13行博物馆等场所，长者持敬老卡参观可以直接扣点，每张门票当场折抵50点，相当于免费参观。桃园市的慈湖纪念雕塑公园，65岁以上长辈凭敬老卡或身份证可以免门票入园。台北市立动物园和儿童新乐园这2个受欢迎的休闲景点，更是直接对年满65岁的长者完全免费。您只要出示证件，就可以不花钱带着孙子孙女一起进去看可爱的动物，玩有趣的设施。许多阿公阿嬷第一次知道这消息时，都感到又惊又喜。原来自己带孙子出游还能省下一笔门票钱，难怪园区里常常可见银发族的笑脸陪伴在孩子们身旁。台北市的陈爷爷第一次用敬老卡带孙女去动物园时，就遇到件开心事。排队买票时，工作人员看到他年逾古稀，笑着说，你免费哦。陈爷爷起初还不敢相信，确认自己真的不用买票后，立刻开心地牵着小孙女直奔园区。那天他省下的门票钱正好拿去给孙女买了一只长颈鹿玩偶做纪念。陈爷爷回家后，逢邻居就分享，早知道老人去动物园免费，我早就带孙女来玩了。有了敬老卡，
长辈们外出和儿孙相聚的机会变多了，再也不用担心门票开销，一家人都玩得尽兴。再说远一点的观光景区，有些县市也对本地长者提供特别礼遇，最著名的莫过于花莲县。花莲的林阿嬷去年过70大寿，儿女们带她去远雄海洋公园庆祝。本来大家还在讨论门票不便宜，但到了售票口一问，才发现花莲县级的65岁以上长者凭敬老卡含身份证可以免费入园。林阿嬷高兴得合不拢嘴，觉得自己当长辈真是赚到了。除了海洋公园，花莲的兆丰休闲农场对本县长者也是免票，而在宜兰、台东等地也有不少风景区对在地长辈免门票或折扣优惠。这些政策不仅让长者省钱，也鼓励他们走出户外，融入社会与大自然。就算不是本地人，很多国家风景区对外地来的65岁以上长者也有优惠票价，往往半票甚至免票。总之，凭借岁月给您的礼物高龄，许多美丽的山川景点都会向您免费开放。长辈朋友们千万要记得多多利用，别因为不知道有优惠就错过了美景。说到玩乐，其实学习新知同样能给人带来快乐与成就感。越来越多的银发族不愿虚度光阴，而是选择活到老学到老。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最后这项隐藏福利长辈们的学习充电与持续成长。在享受完交通、医疗、运动、休闲等各种福利之后，我们来谈谈隐藏福利之舞终身学习与乐龄成长。很多人以为上了年纪就学不动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现在全台各地都有为长者开设的乐龄学习中心或老人社会大学，也就是所谓的松年大学或长青学院，其实都是为银发族量身打造的学习园地，提供丰富的课程和活动，而且政府大多补助经费，让长辈免费或以极低的学费就能参与。这方面虽然不需要直接使用敬老卡扣点，但绝对是每位长者都该了解的隐藏福利。试想，退休后正是可以实现年轻时没空达成的梦想的时候，无论您想学书法、绘画，还是想学电脑、英文，如今都有管道可以，活到老学到老，而且政府还会帮您买单。以台北市为例，市政府教育局近年来推出了乐龄市民进修券政策，提供每位中高龄市民每年最高新台币3000元的社区大学课程学费补助。有了这张进修券，很多长辈等于每年可以免费上一门自己感兴趣的社大课程。据统计，光是在去年3到5月，台北市12所社区大学就开设了36堂乐龄体验课，供长者免费参加。课程内容包罗万象，从健康保健、地方文化导览到手机摄影、舞蹈教学等，深受银发族欢迎。像林阿姨年轻时忙于工作，退休后才发现自己对绘画有兴趣，她利用乐龄进修券报名了社区大学的国画入门班，1毛钱没花就跟着老师重新执起画笔。几个月下来，她画得有模有样，还在长辈成果展中展出了自己的画作，实现了埋藏心中数十年的艺术梦。林阿姨逢人就说，是政府提供的资源让她找回年轻时错过的乐趣。除了社区大学，许多区公所直营或委托的乐龄学习中心也常年举办免费课程，只要您年满65岁，不分学历背景，都可以就近到这些乐龄中心报名上课。以新北市为例，各行政区的乐龄学习中心每年春季和秋季都会推出多元课程，招生对象就是55岁，优先录取年纪更长者。以上的长者，课程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生活技能、艺术才艺、运动健身、语言学习等等。您可以学跳舞、学唱歌、学画画，甚至可以学怎么玩桌游来训练脑力。更贴近时代需求的，还有手机与电脑课程，专门教长辈如何使用智慧型手机和电脑，学会上网、拍照、跟子女视讯聊天等等。这些课程通常完全免费，或只收少许材料费，几乎不会造成经济负担。张爷爷原本和儿孙分住不同县市，不太会用 LINE 和家人联络，常常感到寂寞。后来在里长的鼓励下，他参加了里内乐龄中心的手机基础班，老师和年轻志工手把手教他如何打字、传照片。短短几周下来，
张爷爷不但学会了用手机下载新闻、听音乐，还能和孙子每天用手机视讯开心聊天。他感叹说，原来学这些一点都不难，而且不用花钱，政府还请老师来教我们，真是太棒了。现在他的生活丰富多彩，一点都不觉得和社会脱节。可见活到老真的可以学到老，只要您愿意踏出第一步，政府提供的资源都在那里等您来善加利用。持续学习不仅让生活更充实，也能预防失智，延缓脑力退化，这可是对自己健康最大的投资呢。另外还有一项不少人误会的隐藏福利需要特别澄清，那就是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和辅具补助。有些网络文章声称可以拿敬老卡去区公所申请什么浴室、扶手、轮椅补助等等，仿佛敬老卡能直接换取这些服务。其实这说法有点误导。事实上，申请居家辅具和无障碍改造并不需要敬老卡，而是属于政府长照 2.0 长期照顾服务计划中的一环。虽然不算敬老卡本身的功能，但因为和长者福祉息息相关，而且确实有许多长辈并不知情，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当作一项隐藏福利在此介绍给大家。长照 2.0 计划中，针对需要协助的长辈提供各种居家环境改善和辅具购买的补助。简单来说，如果您在家生活碰到困难，例如浴室地板滑怕跌倒，马桶太低站不太起来，或需要使用拐杖、助行器、轮椅、氧气机、助听器等等，只要经评估符合资格，都可以向当地的长照中心提出申请，获得政府经费补助来添购辅助设备。政府通常会补助耗费的70%到90%左右，申请人自己仅需负担少部分费用，视个人状况，最低可能只需负担1/10的费用。也就是说，一套市价1万元的新型电动病床，如果符合补助条件，长辈自己可能只需要出1-2千元就能把它搬回家。再比如装设浴室安全扶手、防滑垫等工程，政府也能负担大部分费用。对很多经济状况不宽裕又有照顾需求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像台南的陈奶奶前阵子在浴室滑倒受伤，才知道原来可以申请长照补助来装浴室扶手和防滑设备。她的儿子帮忙联络社会局，不久就有专人来家里评估需求，最后政府补助了大约80%的费用，让陈奶奶的浴室装上了防滑地板和2只不锈钢扶手。现在陈奶奶洗澡再也不怕滑倒，她逢人就分享，以前真不知道有这种好康，早点申请就好了。又比如新竹的李伯伯因中风需要长期坐轮椅，家人本来打算买台轻便轮椅，但发现好几万块的价格负担不起。在长照服务人员建议下，他们替李伯伯申请了辅具补助，结果政府帮忙出了90%的钱，家里只花了几千元就让李伯伯坐上了符合他身体需求的高级轮椅。这些真实案例比比皆是，显示长照辅助对长者家庭多么重要。长照 2.0 的辅具项目种类非常多，小至手杖、轮椅、助听器、假牙，大至电动病床、移位机、爬楼梯机等，只要是为了协助长者生活起居，都可能在补助范围内。各县市的补助比例依财政状况和个案需要略有不同，但大致上政府都会负担大部分费用，长辈自己只需自付很小一部分。此外，长照 2.0 不仅限于辅具补助，还包括居家照顾服务、日间照护中心、送餐服务，以及交通接送、家庭无障碍、环境改造等等多元的支持措施。有需要的长辈或家庭都可以主动向当地的社会局或长照服务专线咨询，以次了解自己符合哪些项目的补助条件。申请管道并不复杂，只要拨打长照专线1966或1957福利咨询专线，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说了这么多，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感慨，原来一张小小的敬老卡涵盖了长辈生活的方方面面啊，从交通出行、医疗照顾到运动健身、文化娱乐，再到学习成长，各种需求通通照顾到了。如果您不知道这些好康，那就真的等于把自己的权益锁在抽屉里了。现在我们已经把5大隐藏功能和相关资讯一一告诉您，希望您看完之后能立刻行动，去享受自己应得的福利，别再让您的权益睡着了。常言道，
60岁开始的人生才刚刚起步，年龄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生活品质的下降，只要勇于尝试新事物，善用社会资源，银发生活同样可以过得丰富多彩。只要我们善加运用，敬老卡真的能带给长者们更丰富便利的生活，开创所谓退休新人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看。别忘了敬老卡千万别只拿来搭公车，祝所有长辈朋友都能智慧用卡，乐活银龄。如果您或家中长辈满65岁了还没有申请敬老卡，可千万要尽快去办理。申请很简单，只要带着您的身份证最近6个月内的一张2寸半身照片，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临柜就能免费办卡，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线上或邮寄申请，非常方便。拿到卡之后，别忘了将它妥善保管，充分利用，让这张卡成为您生活中的好帮手。